置产客不说的秘密，一年倒5个建商，你的预售还安全吗？先说结论建商接连倒，生意不好吗？不是那几个建商自己生意不好，是整个产业开始出现一些资金上面的问题跟销售上面的问题，整个产业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台湾会不会得荷兰病，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太扯了，一年倒5个建商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台湾5建商倒闭破产，不动产公会求饶，扼杀现金流。那内容是这样，我们不是都说去年2025房市重创非常严重怎样怎样，然后倒了5个建商，就是真的倒了不是说才倒5个，是我们建商不是大家都说好赚然后你看建商也是倒给你看，我念一下名字台南庆群开发，高雄俊信建设，花莲太极建设，嘉义巨宏建设。那第5个是谁？目前我不知道，因为新闻中没写这件事情是严重的，因为这些建商手上都有房子正在盖呢。例如我刚才念到的庆群开发，它是去年8月倒的，然后呢你看这个新闻标题就好，庆群开发经传倒闭，负债近4000万，手上预售案成未知数。今天你跟我不是这间预售的买家我们都当没事嘛，云淡风轻嘛，建商活该你看那怎样怎样你是买家呢，那很可怕呢，一户就是一个家庭呢。你看这个建商里面有几户未交屋，就是几个家庭受严重的影响，打乱整个人生呢。小孩学区怎样的，就是在等那间房子盖好，然后你看我当然知道在现有机制下买方的钱不会不见但是你2024买的预售，你就算钱拿回来又怎样？你去找其他建商买房子他也不用2024的价钱卖你所以就是机会成本的问题。所以你要知道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你还记得我刚刚念的建商吗？我念了4个建商然后县市都没重复这个才是可怕的地方。这个倒掉的都不是挤在同一个城市，也不是同一个体系那种关系企业，什么你借我我借你之类的而是各做各的生意，彼此都不认识的中小型建商这个就很危险我打个比方给你听如果一个班上只有一个人感冒，那很正常，谁不感冒？可能他自己淋到雨踢被子之类的。好，那如果这个礼拜一次10个人感冒了，而且这10个人还不是坐同一排，是散落在整个教室接下来就是怎么样互相传染嘛。此时学校的作为会是什么是不是就像肠病毒一样有可能搞到全班先放假，进行居家隔离，然后怎样再看状况。好，所以我们现在把焦点拉回建商，现在状况是怎样？很夸张大家一起感冒然后有人感冒已经住院了就是倒掉。信用管制太严格，小建商的脖子已经被掐太久，已经掐断了，你知道。再来你要知道，真正压死建商的不是房子卖不掉当我们在讲建商撑不下去的时候，你脑海中浮出的画面是不是这个建商的预售案场空，房子一间都卖不掉，然后最后就居了，最后就倒掉这不怪你，因为我们日常见到小吃店、便当店倒掉大概多少，那叫做没客人这是建商倒你仔细去看，压死他们的都不是卖不掉呢，他们现在正在盖的是2024、2025的预售呢，然后已经有完销的案子了呢压死他们的是什么？18个月限期动工，再加土建笼的限制。这个就是他银行周转，他的银根上出了问题，现金流被掐死盖房子要烧多少钱你想过吗？从买地、施工、设计到完工，中间要花的钱非常夸张我以前有待过建设公司，不过那时候是个烂草莓，我们待没几个月就走了。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靠，这他妈叫我做建商老板我不要呢，很恐怖呢。一个基地然后盖普通的15楼大楼好，买地的钱是一笔钱，然后之后再盖的时候每个月要丢600万进去，每个月600连丢3年，中间没有回收的很恐怖你真的是借到爆。我们大家都只看狼吃肉，没看狼挨打，我们大家看建商老板很爽什么小三一大堆，一个比一个还正，怎样怎样我要做建商老板，没有，那都是幸存者。夸张的恐怖的是已经挂掉一大排建商，真的很恐怖了。建商老板风光的背面，我真的认为叫妻离子散跟家破人亡，很夸张要我去背那个风险我是不要的，天文数字。
然后这些钱怎样，大部分跟银行借，反正就那个建商建商跟营造不一样，你知道建商主要就在搞钱的事情，然后营造就是说盖房子的这是两套人，然后那个营造往往都比建商还有实力很多。建商只是钱玩得动就行了，那钱玩不动嘞，那就是建商老板自己家破人亡，那他的事就这样。然后营造继续用，然后我们台湾营造现在也很多甲级营造牌要卖啊，要干嘛，所以就是整个行业都在吹冷风。然后建商玩钱嘛，那个杠杆很恐怖很夸张的呢，那个真的是你说走钢索，我怎么觉得走钢丝差不多啊？大部分都是跟银行借，还真是绝大部分。然后他自己出的钱有什么？有好几个股东凑的，你知道？所以哪个股东然后心情不好看电视看到什么央行又怎样，赶快关心或什么，反正你压力会超级之大。我现在没有什么可怜建商或是什么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的主旋律嘛，反正社会就是很喜欢看到建商死得难看这样。可是就是这样啦，风浪越大鱼越贵啦叫我去当建商我是不要，很恐怖如果我要真的要当建商，我顶多我也不敢直接挑战那种中大型的案子，你知道，我顶多先从哪边？我先从一间什么小土地公庙开始盖起好了，不然怎么办？先练习嘛，我们看看说，这个再放大我撑不撑得住？好现在是谁让他们不好借钱？央行啊，央行啊，银行也不是没钱就是现在受限于这个限制现在央行有3个手段在打建商。第一个就是买方的第二屋贷款，这不用给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要拿的头期款就变多那预售的买方当然就变少。来，第二个手段分阶段付款就是有动工才有钱拿然后你做到哪里领到哪里。那第3个手段限期开工，建商向银行申请购地贷款以后18个月之内必须动土这个就是不要建商买地以后来给我囤地OK 又来了，利益良善，我们执行下去全是 bug。 这本来都是很好的政策，要避免建商出问题结果这个一个政策又一个政策叠加下来，对建商来说他就挂了他就被暴击了。结果你也看到了，撑不下去的建商就挂了撑下去的建商不开心案现在建商老板一定是这样子想，跟建商老板的股东想说，我靠我不要做了现在这一案安全下车，然后有赚到钱我靠躲起来归起来，我还有钱，我不要再去做新的案子买新的土地了，我还有钱，我要怎样？我通通丢0050好了啦很恐怖啦。好，结果这会造成什么现象？这会造成3-5年后怎样？新房子的供应严重不足，然后旧房子的屋龄又加3加5，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居住正义大侠期待的居住正义吗？可是哪里怪怪的？所以我还是建议政府松一点刹车吧。现在房地产的列车都在减速，然后现在看起来叫做刹车还是踩着你放宽了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第二屋6成很明显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你要确呢。如果你看到这边你还是想买预售，或是你就是有买预售的需求你要确呢我现在能给你的建议就是买谁？买大建商大建商。我们这个一讲到大建商往往就是那几家，对不对？宝差、新富差还有远差一大堆这几个建商你自己去查税，你看他们的风评是好的吗？那可是我跟你讲，在合约在履约上面他们是最强的。对，他的房子盖出来叫做你不满意可接受，好，第一点。可是他怎样？他就有办法安安全全交屋给你就有嘛。中小型建商是这就挂了然后大家就来告，然后那些房子你也搬不进去执照也还没拿到，电梯也都不能用，然后又被法拍什么有的没的一大堆买大建商变成说市场会被驱策到只能够去买大建商，因为它真的能够安安全全的交屋交给你。好大者恒大寡占的现象要逐渐出来这真的是个很好的现象吗？讲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讲了台湾1年倒5个建商这种夸张的事情，这倒这5个还是有上新闻的。表面上看起来叫建商业绩不好，那可怕的是这个是不同县市的中小型建商一起出现问题呢，同时都出现资金断裂，他们彼此之间没什么联系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覆盖面广的现象不是说班上1个人感冒而已，班上5个人已经长病毒了，然后等着互相蔓延传染而已。现在倒了5间，你可能看起来觉得还好，你说哎呀倒5间有什么好讲呢？先倒个500间再来说吧。好如果乘以10嘞乘以100嘞你以为建商
做一个建商跟开小吃店一样，说开就开哦。其实某种程度也叫说开就开，因为台湾很多那种自地自建，你知道，那你要自地自建，你就要成立一个建设公司哦，就这样。我们现在不是讲那个嘛，就是盖集合住宅的。结论就是说打炒房，当然打，但你就看嘛，你现在是等于是直接掐灭了未来的供应，建商倒了，受伤的人哦，还有预售的买家，还有未来房市的供应哦，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吗？我就直接讲了，我个人认为回到第二屋7成，第三屋也是7成的情况，爱买大家去买哦，然后就是让市场看不见的时候自己去瞧哦，买，像现在开放第二屋7成也还好吧，现在开放第二屋7成还不是要去买股票哦，那自然就形成价格的限制，那是不是都比较理想？最后我想问你，你现在还敢去买预售屋吗？ A 会哦，价格便宜我都买。 B 不会，我都买中股C 不会，我的钱先去做股票。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林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一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在这一波股票繁荣之前在台湾的钱叫做没什么好投资的，真的你要放，那是今年真的是莫名其妙那在过往的股票这叫半死不活没什么好做的，在没什么投资标的的状况之下钱就进房地产，只是这样子而已这样就是资金狂潮了。那现在钱通通都挤在股票，然后什么第四法人什么有没的 OK 好，那你现在房地产你趁现在适时的松绑很 OK 吧，对吧？你趁现在适时的松绑，钱又不会直接拐到房市里面，大家还在股票那里输赢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还是呼吁要再解放。那解放我也讲得很直接，以我们那个一般的购屋者来说，就是买方的第2屋第3屋、第4屋、第5屋全部都是7成，那这样就好了，就是有能力买的人你就去买嘛。然后现在限制已经相当严格嘛，你也不能买然后立刻拘押挂失或是干嘛，你真的要正常出租过一段时间什么的就管理这个房市。然后房地产往散户手上集中，老实说也不会怎样因为房地产的大户也没多大，好不好？它不像股票里面有一个主力这种东西主力操纵来操纵去，房地产假设有一个老头，他有很多房子，是有多少？现在的买卖移转动数光高雄一个月都2000多件2000多件你一个人一辈子有办法持有几间房子，大概了不起就2位数而已所以他对市场影响很有限。然后他做房东，你看他愿不愿意？他就是哇，我修了一辈子漏水，我换了一辈子马桶我好好租房子我莫名其妙我处理了3-5次凶宅，然后我还被租客告算，我把它卖掉卖，然后我的钱拿去趴0050，拿去趴台积电算了就是稳稳收租，反正他买房子他也是要收租而已嘛，对不对？是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另一种限制？你觉得开放，让市场那是看不见的时候自己去玩就这样。然后市场那是看不见的时候要去玩，就会发现干怎么没什么好玩的市场中就只剩2种人第一种就我这种人然后第二种就是专业的住宅租赁管理公司我这种人是怎样？没有，我就是喜欢房子我巨蟹座的嘛，巨蟹座是要有壳现在这个壳就嫌不够多嘛，然后就慢慢跟收集公仔一样你说我不会算投报，我怎么不会？可是我就是喜欢房子嘛，那我就买嘛，就是这样自产这件事就变成没有投资客，只有自产客。自产这件事情合法真的是合法的然后炒房炒不上去谁跟你炒？
你要往上卖，没人跟你买啊。然后大家会觉得说，第二屋7成是不是？好，那我要去买，不对，我第二屋即使能7成，我去买房子干什么？我去买台积电，好，那市场就被限制住了嘛。然后就剩我这种自产的人，然后我这种，你房子给我买是比较好的吧？我们都是好好的善待租客呢，那个房子我都会整理呢，然后不然就是废墟。真的是都市计划区里面珍贵的居住空间里面的废墟，我们整理呢，还照顾安全呢，电线抽换什么我都会弄呢，然后漏水壁癌都处理掉，把它弄得适合人类居住，不能说比饭店还好，就反正跟民宿差不多啦。这种等级好一点的民宿这种等级我们在做这个都市里头自己的那个住宅的都市更新呢，你让我买比较好啊。你说我要炒，我哪要炒什么？反正就是买房子改房子，大概就是这样。这种生活就还不错啊。我就喜欢嘛。你让市场中的房子逐渐集中到我这种人手上，不会怎样啊。我们也没乱搞我们不会恶意涨租金而且再说一个自然人是多能买啊。那个手上2位数已经很厉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硬性限制是不 OK 的。硬性限制下去造成什么情况我跟你说那个影响非常多人。像这次的那个我刚讲的新闻水电泥做工人他会不会受影响？我都做了我领不到钱对不对？这种工人通常都是什么领日薪或周薪。那建商1周不发钱，工头怎样？直接带队走人，留下盖一半。还有很多垃圾事情就会跑出来。垃圾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你这间房子就油漆完了怎么那么臭啊？到底是怎样？怎么那么臭？当初领不到钱，人家能给你搞事情啊？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就是说那个泥作进场的时候，他不是要开刷吗？那个沙子跟水泥都要进来，然后开刷不是在地上堆成一座小山吗？在里面尿尿，所以就把它勾起来，还真的帮你把卫浴都做完了。所以怎么那么臭啊？我明明打扫很干净，怎么都还那臭臭的味道？然后那里面被人家买东西那个排水管被人家灌水泥，什么垃圾事情就会跑出来。然后还有很多设备人家会冲进来，然后把这东西干走，不是干走，那本来就是他的。比方说厨具、卫浴设备、电热水，因为新家很多用电热水器好我现在出货呢，你都装好了，然后结果说钱不给我，因为那种建商在运作都是开票因为你钱不给我，那我要控制我的损失，我会怎么样？我会冲回去把我的机器拆回来，因为那都是新的那之后我卖二手，我还能回收一点现金。好我拆回来我会好好拆吗？我管你的嘞，我等一下被你发现我来拆你又要堵我了，所以能做多快做多快那个东西乱剪电线乱剪就给它裸露在那边这种很多很多。然后再来是工地现场搬钢筋，很多啦，就是材料的那种还有你想说烂尾没怎样，我跟你说那个吊车、鹰架这种设备卡在现场拿不回来，怎么处理？你想说鹰架厂商来收也要钱好不好？现在就已经欠我钱了，然后我就放着然后看他之后怎么处理。所以一个屋子烂尾以后很难会有下家来收。为什么？因为那个烂尾你看他吊车也在，他材料也在，然后他鹰架也在什么都在，现场会被乱搞成这样，以后下一个谁来接手啊？这个人如果他财务自己周转过来了，他重新接手，他还有重新一次人启动的成本，跟就是他就挂了，然后下一个大建商看一看没差我们来剪个尾刀，把它买下来，那很麻烦一个烂尾就是燃烧的债务燃烧的债务，那鹰架放在那里每天继续算，吊车放在那里每天继续算，我管你的就是这样，我就告你，然后告你要家破人亡，那很恐怖的事情然后提到2024买的价格，就现在预售出事房子根本交不了屋，那你现在你即使钱拿了回来，你能够去找下一个案子跟他买2024的价格吗？你觉得呢？你想干嘛房子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就涨上去了。现在这看起来都不叫做建商故意不履约，反正就是建商弄你弄你，然后说建商赔一点钱给你，那你也就算了OK， 结果他拿回来他卖2026的价格现在不是这样，是建商真的都狙了。OK， 我之所以会说这个掐住未来供应量，是说盖房子要时间一块土地不会说今天就围起来，然后明天什么楼都好了，不会。盖房子3到5年，看地下室挖多深盖4年的，盖8年的案子我们都看过。好，盖3到5年，
那在盖3到5年的这个情况之下，现在建商这么风雨飘摇，会造成什么情况？3到5年后的新成屋供给量会极端的低，就是新屋供给量一年不是说10万户，我跟你讲10万户根本不够，为什么？整个台湾都在漏水。你不要想说住新房子是刚需啊，我跟你讲真正的刚需在就老房子漏水修到毙命，你知道一辈子都在搞漏水的事情。好，然后旧换新，我个人认为这个才是真的刚需。好，结果现在3-5年后的供应已经被掐断了之后3-5年后开出来的新建案会非常的少，超级的少，你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市场中的新房子这一区，这个蛋黄区的新房子只有这一些超级之少那又旧换新漏水怎样的又是一个，然后大家股票又赚钱他要买新房，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新房的价格真的会被挤上去这真的是个好事情吗？不知道呢。然后最后我是不是也提到说要买就买大建商，寡占寡占的格局就跑出来，寡占格局真是好事情吗？寡占格局变成说反正他就是给你鸟笼他就给你手枪他就是给你鸡腿房然后怎么样，然后管你的反正你现在不找我买新的，你没地方可以买。有一个影片我觉得那个就是失言但是好像也没看到什么水花。那个影片很特别，反正就是建2代建商的2代或3代，很年轻都很年轻那年纪都比我小可能都20几岁而已因为你看起来就是个清澈的大学生这样。好，然后说他们坐游览车北上来台北参观台北的建案就一群都是建商2代就对了，然后就带他们看台北的案子，看，然后建2代彼此互相讨论，然后回家以后看要不要做，反正就是这一个很简单的纪录片。好，然后其中就是中间会有环节会去访问那个建2代嘛，看起来就很像大学生的那个建2代说，那个就是失言，你知道他不应该讲这种话的总之他就说台北真的很精致精致很多像在南部因为就是南部建商这样组团上来去看台北的案子，我猜他们晚上就是走店就走起来了那白天那个有记者来拍大概这样晚上看怎么玩的。好，就是问一个建案，他说台北真的很精致，因为那个车位倒车那边还会打灯还是怎么样，那南部就没有嘛。原话他讲说像我南部随便盖一盖都卖得出去，你看随便盖一盖都卖得出去，失言了现在是怎么样？你再来随便盖盖看你光是把它盖完你都有问题那之后是怎么样供应又那么少，那大建商怎么样？随便盖一盖也是卖得出去这东西又要回来了。你知道呢呼吁央行放宽，呼吁放宽也不是说我买房阿元一个屁人，然后就这么呼吁，然后央行总裁他就知道的他就会同意，没这种事情但是反正就是呼吁我这个频道我就呼吁第2屋、第3屋、第4屋，看你要几屋，全部都回到7成的时代，就这样子就好了。你就怕解放钱冲进房地产，对不对？现在你解放钱还是不进房地产，为什么？大家去玩股票此时不解放你要何时？我是这样判断。